大家好，我係 Wilson，歡迎大家嚟到澳洲香港人頻道。嚟到呢個11月份咧，澳洲政府喺服務方面咧有好多嘅改革，主要係3方面。第一樣咧就喺 Medicare 方面就係呢個門診嘅收費，關於包 billing 嘅。咁第二咧就係呢個藥物嗰個收費，呢個 PBS 系統。咁第三咧就同呢個老人服務有關嘅呢個老人服務嘅新法例咧 HCare Act 2024咧就喺11月1號咧開始生效。今日咧就同大家咧仔細去睇一睇裏邊嘅內容。好啦，咁我哋先咧就係睇呢個包 billing 嗰部分咁目前咧喺市面上嚟講咧有部分嘅門診醫生咧佢就係收呢個包 billing 啦，即係話你去睇醫生咧，你就咁碌你嘅 Medicare 卡咧，佢就唔使收你嗰個差額另外一啲醫生咧，佢就覺得政府所俾嗰個包 billing 嗰個費用咧太少不足以咧讓佢去維持佢一個運作，咁佢就要收一個 gap。好啦，咁今次嘅改革咧就係喺11月開始咧，政府咧就鼓勵更加多嘅醫生咧去行呢個包 billing 嘅制度咁令到咧係更多人咧唔會因為要俾阿 gap 咧而係睇少個醫生政府希望提供呢一方面嘅服務咧係更加多。政府點樣去處理呢一樣嘢咧？咁樣喺11月1號以前咧，政府係支持呢個包 billing咧，只係有2種對象嘅啫。第一咧就係話16歲以下嘅細路仔，第二咧就係揸呢個 concession card 嗰啲持有人喺呢2種對象以外嘅咧，就係 up to 嗰個 clinic 自己咧去決定包標抑或係收下 gap。好啦，到呢個11月1號之後咧，政府咧就係將包 billing 嘅對象咧就開放晒俾所有係有 Medicare 卡嘅人咁政府雖然咁樣開放喎，就得身邊咧嗰啲 clinic 嗰啲 GP 咧，佢一定會行包標有啲可能仍然咧收翻個 gap 嘅。咁政府點樣鼓勵啲 GP 咧去推行呢個包標咧咁喺11月1號以前咧，政府俾佢哋嘅津貼咧，每一個 case 咧即係42個8毫半咁但係喺11月1號之後咧，政府咧就提高咗62%就每個 case 咧就係俾到咧69個5毫6咁如果係啲 remote area 嗰啲咧，政府個包標嗰個津貼咧，俾你醫生咧就去到86個9毫1。咁唔單止對醫生嘅私人補助咧係多咗喎，政府更加希望咧多啲嘅 medical centre 咧係支持呢個包標服務。所以政府嘅做法咧就係話喺11月1號之後，如果某一個 medical centre 或者某一個 clinic佢裏邊嘅全部醫生咧都行呢個包標嘅話咧，咁每一季咧，政府就會根據佢哋嘅收入咧，就再俾咗12.5% 呢一個 clinic 或者話呢個 medical centre。政府呢12.5% 咧係俾嗰個 medical centre 同埋佢裏邊嘅醫生每人50-50咁樣對分嘅咁個目的咧就係希望多啲嘅 medical centre 咧係行呢一個包標嘅制度。咁至於呢個藥物方面嘅津貼係點咧？咁呢個咧就係主要咧就係針對女性喺避孕方面嘅。喺目前嚟講咧，啲女性去做某一項嘅避孕方式咧，佢哋一年嘅費用咧就大約咧係要俾270蚊嘅。但係喺11月1號開始咧，佢哋每一季咧只係需要31個6因為佢哋每一次嘅處方咧就可以 cover 3個月嘅費用，就係31個6。咁到2026年嘅1月1號開始咧，呢個費用再 step down 啦，去到25蚊咁如果對於嗰啲 concession 卡嘅持有人咧，咁佢每一季嘅費用咧只係7個7咁相對喺11月1號以前咧，每一張嘅處方咧就只係可以用1個月咁但係喺11月1號之後咧，佢哋每一張 prescription 咧就可以 cover 3個月唔使佢哋咧成日要翻去醫生嗰度咧去攞藥。好啦，咁我哋跟住睇咧呢個長者服務嗰部分咁佢又分開咧係住院嘅服務同埋咧家居嘅服務。咁我哋先睇呢個住院嗰邊嘅服務啦。住院嘅服務咧係有3種嘅收費嘅。第一種咧就係佢哋嗰個住宿費咁呢一個咧係冇變動嘅。咁第二咧就係話佢哋嘅日常費用嗰個 basic daily fee 咧都係冇變嘅。咁第三咧就係個護理費用啦。個護理費用咧就分為幾部分第一部分咧就係佢嗰個醫療嘅護理呢度就稱之為咧個 clinical support。喺11月1號開始咧，所有同 clinical 有關嘅同個醫療護理嗰部分有關咧，就政府全額資助。
好啦，對於嗰啲非醫療護理嗰啲咧，喺11月1號以前咧就冇好明碼實價咁樣係標明每一項嘅收費係幾多。咁但係11月1號之後咧，政府咧就列明咧每一樣嘅收費咧只可以係幾多啊。喺呢一方面嘅收費咧，每一日咧政府就限咗咧唔會超過105.3啊。lifelong 咧就唔會超過135318。non-clinical 以外，如果佢嗰個服務咧係想有 extra service 嘅，咁呢一部分咧就係用者自付啦。咁另外咧就係關於一啲酒店式嘅服務啦，例如話水療啊、美容啊或者其他嘅特別收費咧。咁喺11月1號之後咧，政府就要求有關嘅服務機構咧，就係將每一項嘅收費咧係明碼實價列出嚟啊，避免呢個拗撬。咁喺家居服務方面係點咧？咁以往嘅 home care package 啦，同埋呢個 short-term restorative care 咧，就已經係取消。咁政府就換咗另外一個模式啊，分為8個 level 嚟到 support。咁至於撥款方面咧，以往嗰個撥款咧就係固定嘅用途就冇得改嘅。咁11月1號之後咧，就嗰個使用人咧可以同佢嗰個 service provider 咧，大家決定咧嗰啲資金係點樣分配。咁喺臨床支援嗰部分咧，11月1號開始咧 clinical support 嗰部分咧就全部由政府承擔啦。咁而 clinical support 咧就包括咗呢個護理啦、呢個物理治療啦同埋呢個職業治療嘅。至於呢個日常同其他特別嘅支出又點安排咧？嗱，日常支出喺家居護理裏邊咧就包括咗清潔、運輸、園藝同埋送餐啊。獨立性嘅支出咧就包括咗咧行動協助，例如話幫你手去做 shopping 啦、社交參與啦，同埋一啲短期護理啊。咁喺新制度之下咧，呢個共同負擔嘅精神咧係不變嘅。每一年咧個人嗰個支出上限咧就係35,238，而個別人士終身嘅支出咧就唔會超過84,572。好啦，咁為咗加強呢個老人服務咧，今次咧就再多咗一個 whistleblower 嘅 protection。佢個目的咧就係去保護一啲匿名人士咧去舉報一啲養老機構嘅違規行為。咁保護嘅對象咧就包括嗰啲院友啦、護理人員啦、職員啦同埋所有知情者嘅。咁舉報嘅機構咧呢度已經列咗出嚟啊。咁保密機制咧就係除非咧就係涉及啲重大嘅法律或者係安全嘅調查，否則咧舉報人嘅身份咧係唔可以被揭露嘅。咁仲有咧就係舉報人咧唔會因為佢嘅舉報咧而係遭到解僱、威脅同埋歧視。好啦，咁今日嘅分享咧就到呢度為止。咁如果大家覺得呢啲係有用嘅，歡迎你係分享、點讚同 subscribe。好多謝大家收睇，拜拜。